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30号，比特币昨天收盘价格是站上了28000美金。不然今天视频跟家人们讨论一下，也就是上方这个29000的整数关，比特币在这一两天之内有没有可能马上去突破，或者是主力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为了等待明天晚上美国 PCE 物价指数公布的节点，会不会做一个多空的抉择？然后这两天程序的单子也是命中率非常高啊。昨天晚上在这一个最高点的位置，推特上面程序是给了一笔空单的建议，是在28600美金。也是有朋友在问最近要怎么止盈啊？包括前面在25号的时候，程序是在比特币压回27000的低点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23号也是在27000的低点给了一笔多单的建议。我个人的观点其实都一样啊，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你不然就速度给我快一点。包括昨天晚上价格是跌到28100美金，我个人的观点，你赚一点菜钱就够了，因为它整个中长线趋势是向上的情况下，尽量不要跟趋势去作对啊，或者扩单就不碰。我个人昨天晚上这一笔空单也没有碰啊。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位置目前的形态，或者是包括它的一些知识点，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格，昨天上涨是很漂亮啊，包括昨天视频在提的时候也是跟大家讲，有一些山寨币已经开始动了。不过昨天有聊到几个狗狗币是动的并不多，或者是这个UNI动的也不多。然后这个瑞波昨天是涨到高位的时候，其实有看到比特币空单的信号。那在这种高点就不要追了，因为昨天在复盘的时候，它基本上还在这个位置，现在有可能在震荡。包括昨天有聊到的这个 Link， 其实有追的朋友应该利润都还可以啊。现在我个人的观点，比特币这个位置上去，现在是又面临这一个29000整数关的一个压力。我们先看一下它昨天这一根上涨的量价形态漂不漂亮啊？先观察一下比特币对美元的这个交易对，昨天在涨的时候量能是还行啊，但是有一点欠缺。我们要去观察一下前一波上涨它量是放的非常大啊。那现在这个量能级别够不够？首先来看，它现在是还没有过高点，是还好。如果过这种高点这种级别，我个人是觉得不够啊。所以如果过这个29000的时候，必须要有这种量能的级别，有可能才够。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4个小时，它也是还好，量能是有出来，包括昨天有交代的一个压力位，这个位置也给过了。其实最近很多朋友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会儿忽多一会儿忽空。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全网的爆仓数据啊，昨天是又在爆空头，可以明显观察一下这一个下方的这一个柱状，昨天是爆了8000万。其实很明显的观察一下，从前面7、8天之前就有跟大家预判，我估计有可能最近是要开始多空双爆。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上面爆多单的一个柱状跟下面爆空单的一个柱状也是基本上是均衡的。不过这两天有发现一个现象，也就是最近开始这一个多空双爆的一个柱状开始是有一点收缩了。所以有没有可能后面整理到某一个时间位置的时候，比如说像这种位置，或者是像这种位置，多空双爆，它如果是在收缩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也是说明比特币要开始做一个变盘的选择？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先观察一下比特币整个趋势啊，趋势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它趋势是非常的漂亮，不管是连这一个低点，或者是这个低点连这一个低点，整个趋势我们也可以看这个60的一个成本均线，它趋势全部都是向上，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不要跟趋势作对啊。包括我个人 15K 或者是这个位置 20K 又开了几笔狗狗币的多单，到现在也没有卖。然后其实想回答一下一些朋友在问的，最近程序的单子为什么止盈要速度这么快啊？因为点位不同。如果是这种空间的下跌有开对的多单，我可能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保护。所以现在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就是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区间震荡，你如果要突破的时候就这2天。明天晚上我们也要去关注一下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也就是明天晚上亚太时间8点半的时候，整个预测值是在 5.1 啊，上次的一个数值是在 5.4。明天晚上我们要去留意一下这个位置主力到底会不会
做一个多空的抉择。当然也不排除放量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过这个高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一些指标啊，昨天还好，就是这个高点还没有过前面这个高点，所以目前整个日线它的指标是没有背离的结构。比如说这一个 KD， 它如果过了这个高点，量能还是目前的这个量能，我的观点是有可能 KD 背离就是背离，到时候就不能去追啊。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个 MACD 指标，它是有一点滞后。比如说昨天在低点的时候看到这个 MACD， 当时是有一个红色的柱状都已经放出来，但是昨天一个上涨，现在是没有放红柱，不过它这个位置柱状没有明显放大，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一次如果过高，我个人的观点必须要放量，如果不放量，这个位置不排除会不会出一个压制张嘴，也是有可能。压制张嘴，那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如果来个5-6根6根的时候，到时候我们要谨慎一点，它有没有可能过了这个29000，也是不排除啊。过了这个29000，会不会在32000附近的这个区间整理这个区间？如果是能过是最好，过了这个区间，到时候看整理一段时间，目的是不是为了等待上面更大的这一个区间的一个套牢盘。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昨天这个点位过的话，我们可以明显观察一下下方是有一点量能哦。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哈根阿西指标，目前是开始有一点放绿出来，不过这上方的高点还没过哦。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一个布林线指标，我们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现在也是站上了这一个中轨，但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一样啊，就类似前面几个这个区间开始判断，就是在这个位置开始判断有可能会洗盘，后面可以观察一下，它也是洗到位又上去，这个中轨是有一点上翘，又洗回来又上去，这个中轨又上翘，然后昨天这一根 K 线是非常强啊，所以是跟大家讲，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超短线的朋友你可以去留意一下这个28000，如果整理的话，到时候尽量不要破。至于整个中线的支撑位，有些朋友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就是布林线的这一个中轨，也就是20MA， 目前也是来到这个$26,500附近，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所以目前整个形态，如果真的有些朋友前面这个低点没有听我建议，在这个位置有买的话，我个人的观点，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哦。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一个丝绸线啊，这一次是测了1次、2次、3次，有一次压回破的话，趋势是没有继续往下深入，主要就是整个中长线趋势目前是还在啊。现在也是一样啊，它在这一个高位整理，有一点类似上一次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测试2次以后。包括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跌破，它后面再往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的量呢，它是没有跟上，所以后面是有一个相对比较中线的一个调整。所以这一次我们尽量观察，它如果类似上一次的这个高位要过的时候，量能可不能是这种量级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